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蓉赢了赵丽颖大山的女儿，为什么比幸福到万家高2分？有2部农村剧一起跟大家见了面，一部是在央视一套播出的《大山的女儿》，一部是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联播的《幸福到万家》。因为是同样的题材，又同样基于了女性的视角，播出时间又几乎重叠，就免不了让大家拿出来比较一番。对于这样题材的剧，单看收视率的话，似乎是有点浅薄，毕竟他们所占的利益比较高，大家更喜欢拿豆瓣评分，也就是口碑说事。大山的女儿改编自真人真事，全部取材于扶贫女干部黄文秀的真实故事。幸福到万家也有自己的看点，翻拍于张艺谋的经典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，有原著小说撑腰，编剧多年搜集素材。可是前者拿下了9.1的高分，而后者却仅只有7.1分。9分以上的国产剧就已经可以被列入为经典好剧的类别，而7.1只能说是刚刚及格。偏偏更巧的事情是，主演这2部剧的主演赵丽颖和杨蓉曾经是《陆贞传奇》里面的主角和配角，曾经的女主角如今却干不过自己在剧里面的女配角色，旁人看了都不由得说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更别说主角的粉丝，心更是有所不甘。听说就因为如此，有部分赵丽颖粉丝跑去豆瓣给大山的女儿打1星，这样的表现反而有点狗急跳墙，承认了自己不如人。即便有人恶意打1星，但不能否认的是，大山的女儿从整体到演员上来看，确实胜于幸福到万家。胜过的第一点是，大家从大山的女儿里面看到了如今农村剧当中缺少的美德。有个玩笑话是将乡村爱情类比于中国的《权力的游戏》，一连拍了10几部，一口气能更新10几年，从1代演到2代，再演到3代，跨越了几代人的成长。这部剧就描写的是原汁原味东北农村面貌风情。基于此，观众们再想想，大家已经多久没有看到像是乡村爱情这样生动的农村题材剧了？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明白，中国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农村人。不管是留在土地上选择成为农民，还是走出老家成为进城务工的一份子，中国的今天离不开这些人。也许他们身上有着很多落后恶习，但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他们身上的真善美，专属于劳动人民的朴实善良。如今观众很难看到一部农村剧里面用心对这一部分进行刻画。大山的女儿里面，观众重新找回了这个感觉。以农占山为首的顽固派，虽然有着传统农村人身上的执拗，但是他们更知道什么是对他们好的人。他们看到女主角对村子的付出，愿意为此成长和改变。幸福到万家这边，处处都只有农村人的落后与糟粕，观众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一点美好。第二点胜过他们的方面，是大山的女儿没有宣扬自己是女性题材，却真的做到了从女性的视角出发，遇到并解决问题。大山的女儿中，除了主角是女村支书，也有其他好多女性当官或者是女性的角色，从基层干部到小领导，每一个女性都认认真真干着自己的工作，同时往返于自己的家庭之间。在这部剧里，大家并没有看到吹嘘女人有多顶天立地，大部分都是从小事做起，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让人信服。当然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，也出现了一些女性遭遇的难受事。比如蓝双因为了丈夫车祸死去的女村民，提醒黄文秀要帮她拿到应得的钱，不然钱都被那女子的公公拿走去修坟。听起来是搞笑离谱而夸张的小事情，但其实细想背后真的有道理。这种事情会真实的发生在农村，不大，又对女性不公。幸福到万家就做不到这一点，所有剧情冲突全部都是密集又夸张，男性就是女性的最大敌人。所有的压在女性头上的大山都是强行 push 给他们。婚闹、职场骚扰、重男轻女，徒增观众的愤怒，却感受不到真实的共情。
引起了大家的思考。第3点是表演的痕迹，两部剧的服装道具都接地气，农村生活的小细节也都十分传神。关键是表演的痕迹，大明星演普通人不难，但要演农村人就不容易。他们需要摒弃自己的气质，将自己完完全全融入到这个角色中，不仅仅是换身衣服就那么简单。两部剧看过后，我们看不出来杨蓉在表演，我们更看不出来这是杨蓉。而《幸福到万家》，我们一直看到的是赵丽颖在演戏。一部剧的评价高低，不一定彻底影响演员的事业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问题，必须要引起演员的重视。